中华民国如果毁，以下的2300万人同岛一命，中华民国给你们所有的荣华富贵也会毁于一旦。覆巢之下无完卵，把台湾给搞砸了，其实最后受苦的是我们自己。和平要交流，交流被抹。如果抹红是这样，抹红就等于要战争。你拒绝交流，是拒绝和平。不要再玩弄过去让台湾内耗的政治操作，你伤不到国民党，你也伤不到郑丽文，你只会伤到你自己。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的两岸路线，它是有一点被放大。我对从连主席开始，中国国民党的两岸的论述非常的熟悉，抹红也不亚于现在，尤其是马总统的时期，哇，那简直是排山倒海。重点是中国国民党到底期不期待两岸的和解、和平跟交流？当然是期待啊！难道国民党是台独的政党吗？所以没有像大家所想，担不担心说因为这样子就会丧失选票？这正是蓝营的人希望国民党能够有更强的论述，国民党能够主导台湾政治议题的发展，而不是跟着民进党后面走，或者是闪躲、瞻前顾后、害怕，这些正是蓝军不希望再看到。所以这些我想慢慢的我们会很有自信、很有稳健的踏出这样子的一个步伐。当然立文有信心，在跟国民党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我们一定可以赢得多数票的支持。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大家不用去担心。那有很多其实他们就是选举还没结束啦，他们选举还没有结束，所以我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吁选举的激情要赶快收起来，冷静回归理性，然后回归到正常的，然后未来国民党如何的团结一致对外。那当然自己支持的对象没有选上，难免心情会比较失落，而且选举一定激情的啦，所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或者是比较长一点点的时间。我觉得应该给我们自己同志有这样的时间跟空间，但并不代表说国民党内部有什么严重的路线分歧，没有，这就太夸张了，太夸大了，绝对没有这回事。当然接下来我们要很快速成立新的中央党部的团队，还有地方党部的等等的，这些我们都在很努力的在进行当中。团队产生了之后，我自然会跟大家报告。和平要交流，但交流被抹红。那如果抹红是这样的话，那抹红不就等于要战争吗？对，所以以后抹红的人就是你要战争嘛，你拒绝交流，那拒绝交流就是拒绝和平。所以其实很熟悉。去了党团拜会回来，我自己看是打破了很多这种大家的传言之外，还有我感觉到一个稍微不一样的阵地，我做了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把大家的那个气氛跟热络给串起来。这个就是我认为你现在党主席需要做的角色，跟过去的党主席比较像是一运筹帷幄在中枢，这样有点不可侵犯的感觉，是有很大落差。高高在上的领导人，对，有很大落差。以前啦，因为以前党主席真的很大咖，尤其是执政的时候，然后沟通者、协调者、行动者、执行者，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接下来你对于说党中央跟党的角色如何去配置？有自己党团出身的，对立法院的生态都非常非常非常的熟悉，所以我很清楚他们的处境，然后他们的需要，还有他们在作战上面的一个状态，还有我们党团的成员里头很多很多都是跟我并肩作战过的兄弟姐妹，大家本来就有默契，所以这一点我认为未来我一定会给他们很大的协助，给他们很大的支持因为他们在立法院作战真的非常的辛苦，这不为外人道，不是像大家所能够想象跟理解的，但我能够充分的理解，大家放心，民进党最新打你的方向，对，写这么长，最后说郑丽文本身不值得讨论那么多，就是不要再玩弄过去的这一些让台湾内耗的政治操作，这一些你伤不到国民党，你也伤不到郑丽文，你只会伤到你自己。我希望台湾的政党竞争是正向，是比好的，是比烂的，可以让台湾停止恶斗跟内耗。所以我一再强调，覆巢之下无完卵，你们每一天都在消费中华民国，甚至于不惜毁了中华民国都没有关系的这种心态，你们难道没有静下来想想过，中华民国底下的2300万人同岛一命，你们也会一样的毁了。中华民国给你们所有的荣华富贵也会毁于一旦，到时候真的可以坐飞机飞掉的没有几个人。所以我一直很希望民进党的政治人能够冷静下来想这个问题，尤其是民进党的支持者要冷静下来想这个问题。把台湾给搞砸了，把台湾给搞烂了，其实最后受苦的是我们自己。说我是民进党出身这件事情，我觉得重点在于说，我希望能够改变很多民进党支持者未来的支持的动向。长期的执政带来的长期的腐败跟包袱，民进党有一些支持者已经失望动摇，再加上赖清的错误的政策跟偏执的性格，真的要跟对岸的市场完全切割吗？在面对来自于美国的关税海啸的挑战的时候，到底何去何从？整个的过程已经让过去可能是绿的中小企业
业主开始产生了很大的动摇。真的要让台湾打仗吗？它已经不是一句口号，它很可能是现实。这一些民进党的支持者，他们真的愿意看到两岸陷入战火吗？还有他们未来的企业怎么办？他们的员工怎么办？他自己的下一代怎么办？真的要变成乌克兰第2吗？民进党的支持板块会动摇，会改变，我才会在这边讲。如果民进党继续执迷不悟，还以为打反中仇中这个牌只要跟郑丽文国民党贴红标签，我认为最后付出代价的会是民进党。其实这一点我一直把凝聚台湾主流民意挂在嘴巴，我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要团结台湾，而且我们要让台湾的主流民意稳定的、清晰的让全世界知道，我们不要打仗，我们要和平。所以他们现在用各种奇怪的论述都非常的不堪一击，或者是自相矛盾，要给我贴红标签。我认为他们伤不到我，我有自信，他们伤的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已经背离了台湾的民心，他们背离了台湾的主流民意，他们不知道台湾人不愿意打仗，美国很可能也都会高度的去约束赖清德，所以赖清德他已经腹背受敌，可是他却没有因为大罢免学到任何的教训，然后也没有清醒过来。我觉得民进党内部比较清醒的政治人物也都不希望跟赖清德绑在一起，你仔细去观察。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趋势，民意的走向，如果今天民进党没有办法觉察，没有关系，我们希望国民党代表在野的力量，团结在野的力量，能够团结这个真正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国民党要帮台湾撑到28年有和平的选举啊，然后开创新的和平的局面，所以现实的压力都是事实，我们不需要在这个时候过度的夸大，可是我们也不能够温水煮青蛙，然后呢麻木不面对。今天国民党就要扛起这个化解危机，然后保护台湾的角色，也希望民进党能够早一点清醒。对于民进党现在的领导班子赖清德这种傲直的性格跟那一种强悍的，而且他掌握了司法机器去斗争，从党内斗到党外，其实蓝绿白红谁没被他斗过？你只要跟他政治立场不一样，跟他两岸政策不一样，只要你讲两岸和平，你马上就会被贴红统的标签啦，中共红路人标签啦，所以这个我一点都不意外。就算这次选举党内没有人这样讲，民进党也会这样子讲啦。民进党呢就是这么的，永远只有这一招，然后只剩下这一招。你们现在是执政你都拿不出政绩，拿不出牛肉，搬不出东西来。我刚刚讲了，支持民进党这些中小企业主们如此的惶惶不可终日，难道他们都没有办法感受到吗？黑龙你的金主呢？你的金主都不知道你这边跪下去啊？难道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民进党的政客没有感受吗？到时候一定会有感受。我是相信选民的智慧，我觉得我们只要做对的事情，选民一定会有感受，然后也一定会有回馈啊。至于民进党要怎么抹黑、怎么打压，我们行得正、做得正就不怕。那他如果敢真的司法来谋杀，我们也就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其实往前再问一步，就是国民党的党员是2/3是65岁以上，一般来说他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被外界的风向所影响的族群，就是在投票意向上他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很多人就批评说，你这个党意跟社会的民意脱节，那肯定是不一样的结构。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立文姐以超过 50% 的一个得票率来当选，当然很多人攻击说那没投票的不是更多，那如果照这样讲的话，那没投给赖清德的难道都是支持赖清德的吗？没出来投公投的难道都是支持废核的吗？我觉得不能这样去思考。但是当然这个声音是有的，也有一些议员啊或者什么，他们就直接贴文这样子。什么样的风让国民党的党员最后做这样的决定呢？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其实你也会是第一个台湾的主流政治人物里面去响应到，其实中美地缘政治形势剧烈变化之后，你做出了很直接的反应。因为台湾这个问题已经拖了10年，从16年到现在到15年，将近10年的时间，台湾的政治几乎是，甚至可以从14年太阳花开始到现在，台湾的政治几乎是以反中作为一个主流。虽然民进党其实都快倒了，但是就差了你们一脚，可是你是第一个里面去回应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两个观点，一个是党员结构的感知，一个是你自己对于整个地缘政治这个感受。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大家谈得少，但是我很重视这个。我的论述让大家感受到的是有未来性，而不是只是过去的好像教条，而不是。所以我是用
当下的语言、当下的氛围下的国际的局势告诉大家。所以一个对的主张，一个一贯的主张，它是可以经得起历史时空的考验的。你所用的语言、你的论述、你的讲法必须不一样，可是你的核心价值、你的方向绝对是一致的。所以这个我对自己有100%的信心。从连主席到马总统到今天的郑丽文这样子的一个路线，我们是与时俱进，而不是裹足不前的停滞在某一个历史。所以我们现在面对新的国际的挑战，要有新的发展、新的内容，但是我们根基的基础是一模一样，所以这一点是不会有问题的。丽文姐提到的脉络在往前推进，我想这也会是接下来民进党对你有很强烈的反扑。